丈夫逼着妻子接客，妻子单月娥死活不答应。客人周麻子马上就要到了，这位丈夫裘三儿可急了：单月娥，我已经收了人家周麻子的钱了，你要是不答应，就得3倍赔偿，所以你今天必须把周麻子给我赔好了。妻子单月娥悲愤交加，冲出家门就到村口河边去跳河。裘三刚想追，嫖客周麻子从后门溜了进来。裘三儿，月娥呢？你怎么还没把炕铺好？一听裘三儿说他老婆月娥已经跑了，周麻子破口大骂：废物，一个老娘们都看不住，还不快追！老子都吃了药了，你能给老子灭火啊？两个人一前一后找了半天，终于找到了小河边。一看，月光下河边地上有2个黑影，原来是正在县城读高中的裘三的女儿裘招娣，请假回家取衣服，刚好碰上他娘单月娥跳河，救上来母亲之后，正在做人工呼吸呢。周麻子这么一看，哈哈，裘招娣已经出落成大姑娘了，跟他娘单月娥的风韵犹存比起来，更加有青春的活力，也更漂亮。他一拉裘三的胳膊：裘三儿，要不这样，你要是实在说不通你老婆，让你姑娘招娣代替他娘也行啊，我还可以给你加钱。不行不行，招娣还小，她还是个学生，你放心，我会说通那个臭婆娘的。这时候裘三的女儿裘招娣已经把他娘单月娥给抢救活了。裘三答应了周麻子，3天之内一定说服老婆单月娥接待周麻子，如若不然，甘愿让女儿来顶替。女儿裘招娣取了换洗衣物之后，第2天一早就回城里上学去了。裘三继续逼迫自己的老婆：月娥，我已经收了人家的钱，也答应周麻子了，要是你再不点头，就只能让招娣来代替你了。你要是忍心，就继续犟，反正女儿是你生的。单月娥犹如五雷轰顶，再老实再柔弱，她也急了：裘三，你这个畜生，我跟你拼了！说着话，抄起一把菜刀，举手就砍。裘三闪身躲过，吓得屁滚尿流，跑出了家门，一直跑到了周麻子家，让周麻子出个主意。周麻子眼珠一转，想了想，把嘴凑到了裘三的耳边，如此这般嘀咕了几句：裘三儿，咱哥俩关系好，我才发这个善心，否则的话，我才不帮你呢，懂吗？裘三连连点头：我懂，我懂，我一定照办。裘三回到家，咕咚就给老婆跪下了：月娥，你不答应接待周麻子也行，那就跟我到祖坟上烧3炷香吧，求祖宗保佑，咱家能早点发财，当上万元户。善良的月娥答应了，跟随着她的丈夫裘三来到祖坟上烧香。裘三家的祖坟在距离村子3里远的一个小树林里边，周围十分安静，很少有人经过。点上香，刚跪下，一个人影窜了出来，正是那村里的恶霸周麻子。裘三帮着周麻子按倒了自己的妻子单月娥，然后躲到一旁去抽烟，任凭那周麻子在自己家的祖坟跟前糟蹋了月娥。本以为这就完事儿了，可没想到周麻子一声口哨，又窜过来3条人影，是周麻子的3个混混哥们儿，也轮流欺负了单月娥。裘三咬牙跺脚，想理论几句，周麻子掏出来1000块钱甩给了他：你不亏，这些钱够你种2年的地了。裘三见钱眼开，转怒为喜，
任由那3个混混在不远处糟蹋单月娥。周麻子继续提出要求：裘三儿，要是你能让招娣也陪陪我，我可以立马给你1万块，你就是万元户了，怎么样？裘三眼睛一亮，马上又暗淡了下来。周哥，招娣可不比他娘，那孩子更犟，还是看看再说吧。回到家，单月娥用冷水洗澡，冲了又冲，是洗了又洗，一直洗到了半夜，终于没有水声了。裘三迷迷糊糊，这才刚要睡着，突然啪嚓一声，玻璃瓶子掉在地上，摔碎了的清脆响声。单月娥羞愤交加，无法接受下午所发生的一切。她喝下了多半瓶农药，送到医院抢救，医生努力了10多个小时，终究还是没有能够抢回单月娥的生命。就这样，单月娥抛下了17岁的女儿裘招娣，10岁的儿子裘登基，到另一个世界去了。妻子单月娥刚刚下葬，裘三就劝女儿裘招娣，让她接待周麻子。裘招娣看透了这个爹了，他不动声色，说考虑考虑，然后回到学校，悄悄办理了退学手续。在报纸上的征婚广告上找到了一位刚刚丧偶的老板孙志吉，嫁给了孙志吉，当了老板娘，再也不联系他爹裘三了。时光如流水，日月如穿梭，弹指间10多年过去了，时间来到了90年代。裘三那半憨半傻的儿子裘登基该娶媳妇了。裘三软磨硬泡，撒泼打滚，逼着女婿孙志吉掏钱盖新房、买家具、送彩礼，给小舅子裘登基娶了个媳妇。从此裘招娣与丈夫孙志吉便经常发生口角，感情越来越差。时间来到2010年代的时候，孙志吉和裘招娣终于还是离了婚。40岁出头的裘招娣再次回到老家，头发、眉毛、胡子全白了的裘三儿还挺高兴。没几天，他就开始逼着女儿裘招娣让接待村子里的老光棍，同时也逼迫儿媳妇曲远芳做同样的事情。曲远芳不堪受辱，干脆离家出走，到城里打工去了。傻丈夫裘登基进城找媳妇，过马路没留神，被汽车给撞死了。老裘三为了自己有钱花，就开始打上了10几岁的孙女的主意。孙女裘小楠十分聪明，她默默地观察着家里发生的一切，暗自策划着一个惊天密谋。裘招娣离了婚之后，在娘家待着也没有意思，还要整天应对那个贪婪懒惰的爹，她厌世了，一头跳进了村口的小河。聪明的侄女裘小楠早就注意上了姑姑的不对劲儿，第一时间就把裘招娣给救上了岸。姑姑，你要好好的活着，该死的人不是你。裘招娣一愣，那个流氓周麻子不是已经被他的仇家给捅死了吗？他的同伙们也全都坐牢了。哎呀，姑姑，我说的不是那些人。这天傍晚，裘小楠突然跑到爷爷裘三儿面前：爷爷，我爹他没死，回家来了，刚刚掉进了粪坑。裘三救子心切，跑到粪坑边上，想要用搅屎棍子救儿子，没想到坑边上有2个老香蕉皮，脚下一滑，掉进了粪坑。挣扎呼救了几下之后，就沉没下去了。裘小楠因为见死不救被判有罪，因为还未成年，只服了2年的刑期。出来之后，裘小楠与姑姑裘招娣终于过上了平静的生活。
村子里有个100岁老人，回忆往事。哎，那个裘三儿啊，纯粹是让他爹娘给惯的，从小就极度自私，不知廉耻。